穆浩被关押在全世界最可怕的监狱，陪他一起吃牢饭的是一群极其特殊的人，斩灭无数豪门的就是店主，杀人如麻的绝代女鬼，随便拎一个出来都能让这世界抖三跑。传说监狱最深处还镇压着一条真，这座监狱又叫囚笼狱。林清月踩着高跟鞋，旁若无人地向监狱最深处走去。一群囚犯吹着口哨，贪婪盯着他那高挑艳丽的背影。穆浩，你该出来了。哎呀，师傅，我快活日子还没过够呢。林清月皱眉，冷眼看着穆浩。穆浩郁闷地站起身。好吧，要我出去做什么？第一，结婚；第二，找你师叔。结婚？几个？还有我那便宜师叔长得好看不？监狱那帮老不死送给徒弟的老婆都是7个起步，个个能打。不许打你师叔的主意，老老实实给我把婚结了。林清月边说边捏拳头，指关节噼啪爆响。哦，行，都听您的，开个玩笑都不行。靠！哎，真他妈烦！舒舒服服躺好包没几年，又要出去追女人。说完，穆浩就转身收拾行李。林清月扔开个包，这什么？叮铃咣当的，还挺沉。各大势力令牌。从囚笼狱那些垃圾手中收缴来的，说好有用。背着包，穆浩一脸不舍扑向林清月，结果被林清月一巴掌拍了回来。师傅，你干嘛又打我？总这么是美行凶，我更舍不得走。赶紧滚！敢把令牌玩丢，自己扒光了挂监狱大门上。穆浩拎着包朝监狱出口撒丫子狂奔。哈马的老妖婆，我终于可以离你远远的了。多年不见，叶心凌，收你的男人来了。京都叶氏集团大厅，大屏上播放着叶心凌和陆鸿帆的结婚照，照片下方有一行字：热烈庆祝陆鸿帆先生和叶心凌小姐即将到来的盛大订婚仪式。叶心凌看着大屏上 P 出来的照片，气愤不已，但她现在还不能得罪陆家。叶心凌的脸色愈加冰冷。陆鸿帆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时候答应跟你订婚了？叶心凌，老子确实喜欢你生气时的调调，但你要是一再违拗，不仅叶家会倒闭，你爷爷也会死。让你发订婚公告，同意做我的女人，我立马让神医去救你爷爷。怎么样？我够体贴吧？陆鸿帆，你无耻！爷爷命悬一线，只有陆家能找到神医，可是让我嫁给这种人，绝不可能。我该怎么办？老婆，你确定要跟这个垃圾订婚？你提言谁呀？敢坏老子的好事！敢打我？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你爹是谁？滚回家问你妈去！我穆浩的女人，你丫也敢碰？你叶心凌，只有我陆家能联系上薛神医，识相的，今天就发订婚公告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怎么不记得神医谷有姓薛的？薛神医是你能喊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穆浩从包里翻出一块铁片，将铁片狠狠拍在陆鸿帆的脸上，留下一细的文字印记。叶心凌看着那字，激动地抓住穆浩的胳膊。你怎么会有医尊令？你是谁？你跟医尊是什么关系？少吸言唬我！医尊令是神医谷主令牌，他一个小白脸，怎么可能有医尊令？你这铁片怕不是拼西西包邮的吧？哈哈哈哈！穆浩看着令牌，想起监狱里那个小老头。那小老头一身毒术，神出鬼没，却入不了狱中那帮嗜血屠夫的眼。幸亏会用针灸治病，那帮屠夫才勉强留他一口气。医尊令有什么稀奇？我这有一堆。穆浩拎着背包，救世剑令、修罗王印、暗星九天剑，一堆令牌哗啦啦滚了一地。陆鸿帆被众多顶级令牌惊到，他像见鬼般看向穆浩。叶心凌，动动脑子，那么牛逼的令牌怎么会在他手上？肯定都是义乌的假货，他跟我一样都是馋你的身子。叶心凌看着地上成堆的令牌，以及令牌间显现的3张黑金卡，瞪大了双眼。这就是能调动那股神秘势力的黑金卡，全球统共只有3张，竟然都在他手上。我虽是身价过亿的叶氏集团总裁，却连黑金卡的门槛都够不着。这人到底是谁？这些令牌和黑金卡是真是假？见陆鸿帆还在笑，穆浩直接一巨大的力道将陆鸿帆直接砸飞了出去。叶心凌张着嘴，震惊地看着穆浩。卧槽，一脚踢飞人，电影都不敢这么演，太酷了吧！嗨嗨，我是总裁，要冷静。穆浩肆意打量叶心凌的反应和容貌，因此他决定陪未来老婆去叶家看看。走，去看看你爷爷。看我爷爷干什么？1. 救命！2. 把咱俩的婚事办了，办完带你回监狱参观。我住的可是全球唯一的好包。薛神医，你说过可以替我陆家出手一次，以报当年之恩。薛神医嫌恶的看看帆，即刻又匆匆跪地行大礼。老家伙这是什么意思？玩我？薛神医，记得陆家恩情就行，没必要行这么大的礼。您脸上有医尊令，见令牌，无见医尊，属下参见医尊。难道医尊令是真的？既然你看出了我的身份，那就跟我去一趟叶家。谨听医尊之令。神医出手，看那个混蛋还怎么跟我抢女人。叶心凌，你只能是我的。
叶宅中，穆浩走到床前，病重的叶老爷子见到穆浩，激动不已。穆浩啊，你终于来了！既然来了，就尽快跟心灵完婚吧，就当两却我一桩心事。老爷子，我今天来叶家，就是为了谈我和叶心凌结婚这件事。哎呦，老爷子急啥？我女儿长得这么美，又是叶氏集团总裁，绝不能嫁个穷小子。我看那陆家的红帆就很不错，一表人才，家世出挑，跟心灵郎才女貌，正好相配。就在这时，陆红帆和神医走了进来。刘红霞看见陆红帆，顿时喜笑颜开。红帆带神医来了，心灵，等你爷爷康复了，你就同红帆结婚，好好报答他的救命大恩。刘红霞说着，抓起叶心凌的手就要往陆红帆的手里塞。穆浩一紧拉住叶心凌，识相的早点滚！你是哪来的混账，敢在叶家撒野？红帆，等神医把老爷子的病治好了，我即刻准备你和心灵的婚事。闻言，叶老爷子不由得暴怒。你妇人之仁，你是引狼入室。你是越老越糊涂，陆家愿意跟叶家结亲，那是我们高攀，你个老不死的，天天病歪歪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。叶老爷子气得浑身颤抖，一口气没接上，直接晕厥过去。穆浩连忙走上前，却被刘红霞和陆红帆拦下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一来，老爷子就犯病，肯定是你搞的鬼。穆浩一掌将刘红霞推开，拿出银针就要给叶老爷子施针，却被陆红帆伸手拦下。陆少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叶老爷子的病只有薛神医能救。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凭你也想救人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无知小儿，和他计较就是浪费时间。我先救老爷子再说。说完，薛神医就开始扎针救人。叶心凌看着眼前混乱的场景，却无从下手。穆浩拉着他退到一旁，冷眼旁观。你们先折腾，反正人死了，我也能拉回来。薛神医连扎7针后，叶老爷子却开始大口吐血。薛神医顿时惊愕不已。这不可能！看到这场景，刘红霞求助的看向穆浩。你是不是能救老爷子？要是能救，你要什么，我叶家都答应。穆浩直接上前给薛神医以点穴之法止住了老爷子吐血。莫非他真有救人的本事？穆浩取出银针，预备给叶老爷子施针，再次被刘红霞制止。你要干什么？滚开！穆浩手起针落，依次扎向叶老爷子的风池穴、膻中穴，每一针落下的地方都与薛神医不同。薛神医看得大惊失色。这是失传绝技鬼门13针，这个针法一用，即使病人一脚踏入了鬼门关，也能救回来。银针虽然救回了老爷子的命，但他本源亏空的厉害，我再输送些真气到老爷子体内，帮他稳固本源，叶老爷子就安然无恙了。不到5分钟，叶老爷子咳嗽的整个人不仅病气消散，更是神焕发。叶心凌看着穆浩，心中无比震惊。薛神医却是眼眶一亮。是我有眼不识高人面，大师请受我一拜。穆浩懒得理会薛神医，专注地看着叶老爷子。叶心凌凑了过来说道：爷爷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多亏了穆浩，是他把您救回来的。是穆浩救的我，不愧是一代人杰。心灵，听爷爷的话，赶紧和穆浩完婚。叶心凌羞涩低头。陆红帆看着眼前场景，眼神阴寒。穆浩听完叶老爷子的话，摇头拒绝。现在完婚为时过早，急急忙忙就结婚，连恋爱的感觉都没体验过，岂不是人生一大遗憾？是啊，老爷子，这婚姻大事还是得让心灵自己选。爷爷怎么说也得尊重一下我的意见吧。闻言，叶老爷子浑身难受，叫嚷：你俩今天晚上就给我同房去，要是再不听话，我的病又要犯。哎呦，我的心口怎么又疼起来了？见此，叶心凌又是羞恼又是焦急。我答应了，爷爷，我今天晚上就和他一间房。穆浩双眼放光，将叶心凌扛到肩上外跑去。嘿嘿，爷爷再见，我跟我亲老婆睡觉去了。接上局，穆浩治好了叶老爷子，叶老爷子需要穆浩今晚和他孙女睡一个房间。你是刚出社会的，有什么打算？没什么打算，得过且过。不该找个工作吗？找工作干嘛？受老板的气。总要融入社会吧。我能赚钱就行，3天赚10万，信不信？3天10万，名牌大学生年薪都没10万。如果我做到了呢？那就打个赌，你说彩头。我赚到10万，你亲我一口。没赚到呢。我亲你一口，公平吧？不行，没赚到你就去人多的地方说自己是傻瓜。可以，你输定了，我等着你亲。叶心凌忍住没呸，说道：我去洗澡，你睡沙发或地上，不许上床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穆浩直接被自己丈母娘撵出来了。
正百无聊赖的在街上闲逛，一通电话打了过来。在国内知道我手机号的龙王殿的家伙，应该是要让我过去，正好现在没地方去，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嗨，12345，呵呵，你是老母猪，少主，真的是你。少主，您能过来一趟啊？我就在山海庄园。行。挂断电话，穆浩刚要过马路，一辆车却疾驰而来。他刚想手给车主个教训，又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心。3天赚10万块钱来着，也没说要怎么赚吧？嘿嘿。怎么？穆浩嘴角一勾，应接撞击，并顺势倒飞出去。一位妆容精致的美女惊慌下车，赶忙蹲下身查看他的情况。你怎么样了？你没事吧？你撞了我，你要赔钱。刘月荣愣了一下，什么情况？难道不应该先让自己送他去医院吗？你不赔钱，我就跟你没完。刘月荣听到这中气十足的喊声，眼中愈发古怪。你到底受伤没？哎呀，我受伤了。刘月荣嘴角一扯，这家伙10有8九没受什么伤，估计就是个碰瓷的。不过自己也确实闯了红灯。你要多少钱？我要10万。你怎么要这么多呀？你不给钱我就跟你扯，看谁更有耐心。刘月荣心下无奈，只得拿出支票簿。诺，10万的支票，以后别纠缠我。说完这话，刘月荣带着几分郁闷的转身离开了。10万到手了。说完，穆浩起身，慢悠悠朝着山海庄园而去。与此同时，山海庄园这边，陆鸿帆和其父陆剑雄正站在门。鸿帆，这一次你一定要谨小慎微，切勿让那位觉得不开心了。若是这一次我们能邀请那位参加众云酒会，那咱们的酒会就能更上一个层次，说不定还能吸引一些省里的大佬过来参加。知道了，父亲。就在父子两人商量时，却瞅见一个与这座豪华山庄格格不入的随性身影缓缓过来。这你呀，这里做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能来这里？话说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来拜访那位莫老先生。你这小子该不会是过来打杂的吧？不过你能来山海庄园谋份差事，看来叶家对你还算不错嘛。莫老先生，你说的该不会是老泥鳅吧？什么？你居然敢对莫老先生不敬？你是想死吗？我想死，我怎么死？你倒是可以好好解释解释。不过我跟你说，别说是叫他老泥鳅，就算是叫他老杂毛，他都不敢如何。你嚣张狂妄，不知所云。刚好没办法收拾这个穆浩，如今他口出狂言，也正好寻了个由头。等待会儿就和莫老先生说一说，等莫老先生发怒，穆浩就完蛋了。就在此时，一位面容刚毅冷静的中年男人从山海中离，身后还跟着一队气息冷冽的人士。龙血卫列队，这分明是最高规格的迎驾礼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虽然内心疑惑不已，陆剑雄还是走上前说道：“莫老先生，晚辈最近组织了一场酒会，斗胆恳请莫老先生赏脸前往。”莫狂涛面无表情地挥了挥手，两名龙血卫立刻上前，直接把陆剑雄和陆鸿帆拖了出去。随后，莫狂涛的目光又落在穆浩身上。嘿，老泥鳅，莫非您就是？穆浩笑了笑，将一块令牌抛了过来。莫狂涛一看令牌，顿时瞳孔巨震，随即单膝跪地。属下莫狂涛，恭迎少主。我等恭迎少主。不必多礼，进去再说吧。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？龙王殿发展的如何？听到这话，莫狂涛老脸一红，眼中满是羞愧，甚至有种想再次跪下的冲动。属下惭愧，我的老主人，也就是您师父建立了龙王殿，本是为您铺路，奈何您与师祖久未归来，殿中就出了叛徒，最终被迫解散。我拼尽全力，也只收回些许残部。叛徒是谁？叛徒名叫李成义，是龙王殿4大蛟龙使之一。可这人刚愎贪婪，联合外人马解了龙王殿，搞了个龙门。听说下个月15就要摆酒庆祝了。龙门？哼，他想化蛟为龙，那我就让他变成一条再也无法翻身的死鱼。少主，龙王殿的复兴全仰仗您了。您出临凡事，我打算在众云酒店为您接风洗尘，您觉得如何？随你，到时候通知我一声即可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一声痛苦的呻吟，莫狂涛脸色大变，随即冲出去。莫浩赶紧跟了上去。玉然，是不是寒症又发作了？别怕，爸爸马上叫医生，马上。莫狂涛慌乱地掏出手机就要拨号，莫浩却轻轻按住了他的手。老泥鳅，如果你信得过我，就先离开房间，不出10分钟，你女儿就能脱离生命危险。穆浩虽说是少主，可他毕竟刚刚出山罢了，他可是老主人唯一的嫡传弟子，我女儿的性命就托付给少主了。说完，莫狂涛就退出房间，房间内只剩下穆浩、莫雨然两人。莫小姐，我的治疗方法有些特别，你不想痛苦就乖乖配合。首先脱掉衣服，我要按摩你的背部。什么？您是治病还是开玩笑？这分明就是个登徒子，但是爸爸好像很信任他。算了，他是在我家，爸爸那么厉害，
这个人绝对不敢胡来吧？莫雨然羞红着脸，但还是背着怒火，一件件除去身上的衣物。这小妮子不仅长得美，还柔弱乖巧，比叶心凌好哄多了。穆浩还没来得及欣赏莫雨然的美背，就看见刚脱完外衣的莫雨然又脱起了内衣。穆浩连忙阻止，只露出背部就够了，不用脱那么多。那你捂鼻子干什么？我为什么捂鼻子？还不是因为你。没想到这还是个天然呆，喵的，差点小头就起来了。穆浩默念着清心咒，开始帮莫雨然按摩脊背。天生寒脉，得亏是家庭背景非凡，从小到大坚持服用阳性滋补品，要不然这小妮子根本活不过18岁。不过如今遇着我这九阳绝体，也是命不该绝。穆浩运气走过莫雨然的经脉，若换做他人，绝对承受不住他这般操弄，而莫雨然只感觉浑身极其舒服。OK， 至少2年内不会爆发了，只需要再有一个疗程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莫雨然刚刚感觉身子有些暖和，还没来得及仔细感受，就察觉到穆浩手中的动作停了下来。他还以为需要转身，俏脸通红的转过身子。穆浩眼神呆滞的看着莫雨然，两行鼻血从他的鼻子喷出。卧槽，你翻身干嘛？我又不是给你搓澡，搓完背面搓正面。一阵鸡飞狗跳之后，莫雨然穿好衣服。娘嘞，谁成想老子只是治个病，结果清白就没了。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头一次发病时间这么短，太神奇了！多谢先生救命之恩，雨然无以为报。只能不必，你的父亲与我有些交情，我也愿意救你。就在房间内的氛围略显尴尬时候，门口处响起敲门声，莫狂涛有点紧张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少主，你那边怎么样啊？”老泥鳅，没事了，你进来吧。莫狂涛推门而入，一眼看见女儿面庞红润，状态也很好，他心中满是惊喜，对穆浩连连鞠躬。少主，我如今是真心拜服于你了，以后你哪怕是让我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没有怨言。这倒没什么，你女儿的问题还没彻底根除，想要彻底根除还需要一个疗程。不过我最近没什么时间，等我有空了通知你。莫雨然看着父亲对穆浩的态度，心中十分好奇，忍不住开口询问：“爸爸，这位神医先生就是我们的少主吗？”“对，这就是咱们龙王殿真正的龙主，以后你要尊称他少主。”这人看样子与我年龄相仿，竟然是龙王殿的龙主。穆浩转身刚准备离开，莫雨然上前拉住穆浩的袖子：“少主，我想邀请您2天后来海岸游轮参加我的生日宴，您不用急着拒绝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毕竟您救了我的性命，我不可以不感谢您的。”“好，但是我现在有事儿需要离开了。”“哦，真不愧是我的宝贝女儿，要是能跟少主攀上关系。”半小时后，穆浩带着几十万现金离开了山海庄园。刚走出山海庄园没多远，他的手机就响。穆浩一看，是叶心凌的电话。现在还不能让未来老婆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对了，山海庄园就在揽翠山风景区里，我就说自己在风景区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在什么地方？我有点事情要找你。我在揽翠山风景区，正往那边的车站走，预计20分钟左右能到。你在车站等我吧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这里可没什么好岗位。关你什么事？叶心凌一噎，脸颊红红的看着穆浩。你知道我是过来干嘛的吗？我来给你送钱的，还不关你事。哼！老婆，生气的样子一点威慑力都没有，更可爱了呢。不过送钱啊，送钱好，赶紧把钱给我吧。叶心凌听到这话都快吐血了，直接掏出10沓的钞票塞到穆浩手里。看着钞票，穆浩心里一动，这钱我是自己随便用吗？你拿着10万块买套正装3-5万块钱的就行，至于剩下的钱嘛，我可以给你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可不会作奸犯科，你也别想买我的身子。自恋过头的家伙，谁缠你身子了？我爷爷让你陪我参加一个商务酒会，你直接买套正装穿好，随便找个地方坐一晚上，等11点之后再回爷家，剩下的钱你拿着，要去哪里耍就去哪里耍，别违法乱纪就行。穆浩肯定不能跟我一起参加商务酒会，但为了防止爷爷起疑心，他晚点回爷家比较妥当。你这意思是想用10万块买我1天的时间喽？也可以这么说吧，怎么嫌少？那叶大总裁还记得我们之间的赌约吗？你真赚到10万块了。嗨，不然呢？这样你想用10万买我1天时间，那我就用那个赌约加上这些，买你2天时间，不用你做其他事情，只需要陪我逛逛街、散散步，你觉得如何？不可能，这才几天你就赚到这么多钱，你不会是讹来的吧？嘿嘿，要么亲一下，要么陪我2天，选一个。哼，选你个大头鬼！我还有事要忙，我走了，你记得买衣服。叶心凌转身就走，看着他钻进查拉蒂风式的离开，穆浩忍不住乐了。宴会没有主角怎么办呢？所以这宴会啊，我不去不行啊。市内的知名时尚卖场内，穆浩走进一家男装店，店员看见了穆浩，却没人搭理他。这人穿的土里土气的，莫不是土老猫第一次进城来开工的？
你好，请问一下，这些衣服都有什么区别吗？先生，你预算多少？你面前那套是我们这里最便宜的礼服，8万起步。多少？8万？倒不是买不起，只是心灵说了，10万块，除了买礼服，剩下的钱都归我。如果买一套8万的礼服，那我不是只能到手2万？果然是土老帽，可别弄脏了我们店的高档礼服。你不用担心我没钱，我得试穿一下。你们这里应该是可以试穿的吧？穆浩边说边伸手，打算看看衣服的尺码。把你的脏手拿开，这衣服8万块钱，碰坏了，你有本事赔吗？穆浩听到这话，正要发怒，从店外忽然走进来一个中年西装男。穆浩抬眼一看，来人竟是陆鸿帆的爹陆建雄。那人是莫老大以龙主之礼亲自迎接的穆浩，他竟然到我的代理店来消费了。靠，傻叉店员在胡乱逼逼什么？见状，陆建雄当即给店员一耳光。天赐良机，我陆家千万不能得罪了穆浩。陆总，你居然敢对这位穆少不敬，是想死吗你？对不起，穆少。陆建雄真他妈恶心，大庭广众的就扇人巴掌，滚吧！穆少，鄙人是这家连锁礼服店的华夏区代理，如果你是来买衣服的话，尽管挑，挑中了什么我送您。穆浩刚走出时尚卖场，他的手机响了。穆浩低头看去，心中一动。陌生号码，我的手机号没几个人知道，难道是老泥鳅的人？你是谁？请问是少主吗？我是莫老大的手下刘虎，莫老大让我接您去众云酒店参加接风宴。您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在一个叫什么特莱斯的时尚卖场，你到门口等我就行。那好，我15分钟到。特莱斯时尚卖场门口，刘虎站在加长版劳斯莱斯边。刘虎，地下世界的王者，他怎么在这里？你小点声，他手里可掌控着大大小小10余个帮派，就算是100亿财团的掌舵人，在刘虎面前也得恭恭敬敬。刘虎一瞅见穆浩，就快步走过去。少主，我是刘虎，请跟我来。我靠，刘虎竟然对那个年轻人弯腰，难道那小子是省城哪个大家族的继承者？众云酒店门口，叶心凌准备进众云酒店参加宴会，被陆鸿帆拦住。又遇上这垃圾，真是晦气。算了，忍一忍，好歹陆家也是这次众云酒会的牵头人之一。你不是有个相好的吗？怎么没把他带过来吗？陆少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怎么血口喷人？不是有个从山疙瘩里跑出来的小神医救好了你们家老爷子吗？你们家老爷子还想把你嫁给他呢。叶心凌瞪一眼陆鸿帆，朝酒店里走，被陆鸿帆的2个保镖拦住。我不介意你跟不跟那个小游医结婚，今晚酒宴结束后，你去重云酒店107房等我，把我伺候好了，我倒是可以给你一点好处，甚至愿意带着你们叶家一起飞。这场面恰好被穆浩看到，他语气森冷地吩咐刘虎：刘虎，我去办点事，你先别跟着我。那好，我听少主的。此时又多出1人参与这场闹剧。那人是谁啊？阵仗好大。那可是省城苏家的继承人苏成宇，年纪轻轻的，经商2年就将旗下的产业体量翻了1倍，妥妥的商界天才。哦，那不是美女总裁叶心凌吗？场面有点意思，等他俩的矛盾更激化些，我再出手，到那时候叶心凌会更加感激我。就在苏成宇盘算时，穆浩向叶心凌走过去。穆浩，你过来做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了，让你不要过来吗？这不是那个小游医吗？怎么，你是想英雄救美，还是想维护你的好老婆呀？你滚不滚？重云酒店门口，穆浩同陆鸿帆对峙。你滚不滚？让我滚，做你的青天白日梦。我不管你是怎么攀上那些大佬的，但我和你依旧是云泥之别。你现在乖乖磕头求我，今天晚上我或许可以对你未婚妻温柔一点。靠，被我未来老婆说2句就算了，你陆鸿帆是个什么玩意儿，也敢在老子面前逼逼赖赖？穆浩一耳光打向陆鸿帆的脸上。爹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！爹叫死吗？我爸陆家家属也在这里，等他来了你就死无葬身之地。叫你爹是吧？快叫，看看到底谁死无葬身之地。那有人挑衅我们陆家。什么情况？不会这么倒霉催吧？老爸，这个杂碎对我们陆家不敬。这个年轻人完了，陆建雄这人睚眦必报，但凡得罪他的人，最后都没有好下场。等会儿，这又是什么情况？只见陆建雄一脚踹在陆鸿帆身上。爸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你他妈别叫我爸，老子没你这种蠢爸！呸！他娘的，都给老子气嘴瓢了。穆浩极有可能是莫老先生的贵客，这蠢货那天没看到，老子下午点头哈腰送上100万的礼服给他，
也只敢想混个脸熟。你个猪脑袋，居然敢让我去对付穆浩，你他娘的是嫌命长了！这年轻人是哪来的过江猛龙？那个陆大少真是惨，装逼不成反被揍啊！叶心凌看到陆家这样铁穆浩，他惊奇不已。穆浩什么时候和陆建雄扯上关系了？陆建雄竟然这么卖他的面子！看好你儿子，若是他彻底得罪了我，你就只能回去再练小号。苏成宇知道自己的盘算被穆浩打破，表情极为难看。他走了过去，给了陆鸿帆一脚。你丫的，敢让老子不痛快！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打本少爷吗？就在陆鸿帆准备抱起还手时，酒店里走出一个美女。这是崇云酒店的陈经理，他不是谁的面子都不卖吗？今天竟然亲自迎接，难道有贵客到？苏少到来，我们崇云酒店蓬荜生辉。今日苏少所在宴会厅的所有酒水消费全部免单。陆鸿帆刚张嘴想说话，陆建雄将他扯到一边。这是省城苏家的少公子，你他妈在找死！老子不介意亲手送你一程。省城苏家那个商界奇才苏成宇，他可是家资上千亿，一口气就能把我们这些人全吹没了。之前没有好好认识，咱们今天好好接触一下吧。叶小姐国色天香，去年一见让我想念到今天。穆浩旁观苏成宇的举动，眼神越来越冷漠。什么意思？竟敢占我老婆便宜，找死！这小子刚才抢了我的风头，如今居然还敢智慧我。叶小姐，和这种屌丝交朋友很影响你的格调啊！你什么意思？你这套衣服在国外只有土老帽和暴发户才乐意穿，你穿这个来参加宴会真的很掉档次，知道吗？叶小姐，这次我正好缺个女伴，要么今天晚上你就赏脸和我共度良宵，如何？出来之后，老子脾气是真变好了，刚刚居然想跟这种傻逼讲道理。你小子疯了吗？敢对我动手？我告诉你，不仅你完了，你背后的家族以及势力也会完。完你大爷！你不仅对我出言不逊，还对我未婚妻动手动脚，也就是我老婆在这儿，要不然你早就死了。你算个什么玩意儿？我骂你也得给我受着。至于叶心凌，从今以后她就是我的女人。这时，薛神医从人群中走出来，走到苏成宇身边。苏公子儿，冷静些，这儿不是你的地盘。在市里又如何？我和虎爷的关系非常不错，哪怕是在这里，我照样横着走。虎爷，你说的是刘虎？说呢，怕了吧？晚了。那你给我等一会儿。没等穆浩摇人，刘虎屁颠屁颠就过来了。你大爷的苏成宇，老子要是晚来一步，就被你小子坑死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过去给少主道歉。我倒好奇，刘虎到底把市里管成了什么样子？完犊子了！刘虎双膝一软，扑通，直接倒在地上。围观者看着刘虎倒，都惊惧的瞪大双眼。那可是刘虎，他这是发病了，怎么突然就倒下去了？今天的锅都是我的，管他丫的！先平息少主的怒火最重要。刘虎呲溜从地上爬起来，3步并作2步往苏成宇那边冲，一巴掌剜在苏成宇脸上。你大爷的苏成宇，苏家是吧？3天之内，省城再无苏家。接上集，苏成宇被刘虎一巴掌扇懵了，下一刻，一个人闪出，直接冲向穆浩。这个装逼犯，别提与我相提并论，估计连老泥鳅的一根手指头都不如。孙子，吃你爷爷一个大逼兜！回过神来的苏成宇正准备让另外的保镖一起上时，一辆家产等豪车驶进众云酒店。这不是江州顶尖大佬傅海江穆狂涛，他怎么会过来？他不是不参加这次众云酒会吗？估计那个年轻人和刘虎都得遭殃。据说莫老大和苏家的关系还不错，不过莫老大好久没出席这种场合了，也只能说苏家的面子是真的大。哈哈，莫老大来了的话，待会我可得好好说道说道。至于你嘛，刘虎，你想想怎么跟他解释吧。莫狂涛来到穆浩等人面前，对穆浩点点头，随后看向苏成宇，声音阴寒的开口：“苏少，我得提醒你一下，在江州，你动不了这位穆少。”莫老大，记住你的决定，天下之大，并非江州一地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们走着瞧。看着苏成宇就这样带着保镖离开，一直默默旁观的叶心凌眼神也懵了。穆浩到底是怎样的人？他真的只是一个从山野中来的无名小子吗？有没有可能，他本就是一个权势滔天之人？现在不应该把少主置于众人之前，毕竟李成义还在虎视眈眈，我得想一个合适的借口，让他们不过于猜疑少主的身份。穆少，先前你说过，若是我希望你治疗我女儿的病，我得拿3个人情去换，而现在我在那苏少面前保你，这是第1个人情，希望你记住。
原来穆浩不是权势滔天之人，说来说去还是靠了他的医术。看热闹的陆剑雄闻言，脸上一垮，眼神也不怎么好看。奶奶个腿！我就说穆浩何德何能，能得到莫老大的青睐，原来就是两手医术嘛！我他妈以为你是王者，结果你丫只是个青铜。不愧是老泥鳅，果然滑溜。这自然是做出的，3个人情，还剩2个。那穆少，您打算什么时候对我女儿进行下一步治疗？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那就定在明天吧。那好，就等着穆少明天过来为我女儿治病了。好了，麻烦已经处理完了，老婆，我们进去吧。晚上7点多，叶星凌带着穆浩走出重云酒店。怎么这么早离场？宴会开始不过1个多小时吧？我最近非常忙，待会还要前往一个公司签合同。那你之前为什么说我11点后才能回去？难道是你爷爷要我跟你一起过去吗？叶星凌看一眼穆浩，表情很是无语。我爷爷非要如此，我能怎么办？真不知道爷爷是看中你哪一点了。小丫头片子，男人看男人可比你在行多了，能嫁给我你就偷着乐吧。叶星凌带着穆浩来到另一个酒店门口，又开始叮嘱：这次你得别我谨慎一些，这个项目对我们叶氏集团非常重要，我如果能够把这个项目拿下来，可以竞争2000万，也能给我的履历增加漂亮的一笔，所以你不要惹事。感受到叶星凌的不信任，穆浩试探着把自己的疑惑说出来。其实我觉得有点不太对，这大晚上的签什么合同呀？我都怀疑会有一些问题。那个公司没什么问题。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语气太过生硬，叶星凌又柔声给穆浩解释，那是一家在海外的大公司，我之前特意去海外考察过，占地面积广，资金雄厚，据说还有很多项企业独属的专利，我感觉应该是一个比较靠谱的公司。我们叶氏集团旗下有一个子公司，是专门加工电子元件的，刚好可以和他们进行合作。看着无比兴奋的叶星凌，穆浩打着哈哈，又问道：原来是这样啊，这公司应该很知名吧？这个公司的全名叫拉斯卡尔，总部在阿美利坚。听到总部在阿美利坚，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涌上穆浩心头，他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。拉斯卡尔，我敲！有之遥巧的是，监狱里一个老骗子好像也叫拉斯卡尔，那老骗子总是叨叨他的伟大事迹，说他创立一个骗子集团，就叫做拉斯卡尔来着。那个拉斯卡尔公司的总部是不是在美属萨摩亚啊？没错，你还真了解过这个公司，看来你以前也不是完全不和外界接触嘛。看来没错了，不过现在还不能跟叶心凌说那是个骗子公司，他这么在意这个项目，如果直接跟他说是被骗了，叶心凌保不准要爆炸，还是上去的时候再想个办法拆穿那个骗子。你好，布莱恩先生。半夜约我老婆，看老子不坑死你丫的！果然和照片中的一模一样，是个绝色天香的东方美人。穆浩看清布莱恩眼中的贪婪，眼神微沉。这头白皮猪最好不要抱什么不轨之心，要不然我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布莱恩做完自我介绍，叶心凌取出自己的项目计划书。布莱恩先生，这是我们公司为这次合作拟定的项目计划书。说完，叶心凌就开始讲解他的计划。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，有2把刷子。虽然我不怎么懂商业方面的问题，嗨嗨，不懂不重要，我全听我老婆的。穆浩边看叶心凌讲解，边用余光观察布莱恩。布莱恩似乎根本就没听叶心凌讲，一直在那边写写画画。穆浩见他这样，当即拧起眉头。那白皮猪竟然没听我老婆讲解，他偷偷摸摸在干啥？老子开个瞳术瞅瞅。当穆浩看清布莱恩居然在画很恶心的东西，而且主人公居然是叶心凌时，他气乐呵。你丫的白皮猪，休想我未婚妻是吧？谁他妈给你的狗胆？穆浩走过去，一把扯过布莱恩手中的剑，甩在地上。我就知道你这小子不老实，说说吧，是想剁手还是怎么地？你疯了吗？为什么对布莱恩先生无礼？你确认我是在对他无礼吧？你看看那纸上画的什么东西？叶心凌一看，瞬间感觉恶心至极，却还是担心布莱恩一怒之下取消项目合作，因此急忙阻止穆浩。穆浩，你先冷静一下，这个项目对我们非常重要，你不要激怒布莱恩先生。穆浩听到叶心凌说的话，气笑了。你让我不要激怒他，他做的事情可不地道。而且你仔细想想，如果他真的对你的项目感兴趣，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分心？而且在这里聆听你的计划的人可只有他一个，甚至没有其他的人代为分析你的项目有没有利益可图。这确实如此，所以……见叶心凌开始犹豫了，布莱恩急了，开始叫嚷着狡辩起来。叶小姐提前把计划书发给我看了一遍，这次只是过来确认一些细节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只不过是画了一些画而已，我热爱艺术。听着布莱恩的无耻狡辩，穆浩翻了个白眼。虽然很想一拳给这货镶在墙里，但是在此之前得先让老婆死心，看来得想一个计策出来了。既然你知道项目是什么，那我问你，如果你们把机电装配工厂设在我们华夏，你和我们约定的利润分成是多少？
布莱恩闻愣，他压根就没看过叶心凌的计划书，于是只能随口编出来一个数字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82分成。叶心凌听到这话，脸色一变，穆浩心里暗喜，白皮猪，老子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你真挺搞笑，我们谈的项目可不是机电装配，而是电子元件的代加工。我只是有点紧张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对我动手？我随口说一句罢了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们拉斯卡尔公司就是个皮包公司，美属萨摩亚当地的人都知道你们是什么情况。你们装作财力雄厚，专门坑骗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与你们合作，然后骗取定金或违约金。你在诬陷我们？叶心凌，你再去拟定一份合同。叶心凌此时已经知道这个布莱恩就是骗子，有心想要离开了。此时听到穆浩的话，根本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做什么，一时有点懵。直接说他们要定制2万件高档手电筒，然后手电筒的表面是纯银的，一个手电筒的造价是100美金。他们竟然想坑钱，那就要做好被坑的准备。这下叶心凌终于回过神来，这穆浩纯是想黑是黑了，用合同坑一把这个拉斯卡尔公司。我刚刚差点被坑，我可不能浪费这个天大的好机会。老公好样的，不对，他才不是我老公。叶心凌很快打印好了对浩说的合同，穆浩一把将合同拍到布莱恩面前，快点签吧。你疯了吗？2000万美金的单子，你们是想把我们公司都给抽空吗？你们有这个能力，毕竟你们的创始人拉斯卡尔可不是个简单角色。虽说他被抓时狼狈到连裤子都没穿，但这也不代表你们就没钱了。布莱恩听到穆浩的话十分震惊，毕竟穆浩说的可都是只有他们公司内部才知道的。没穿裤子只是都没报道出去，这个红皮狗是从哪里知道的？而且我接手的这家公司在华夏地区应该没有太大名气，他为什么知道我是个骗子公司？莫非这红皮狗和老瓦斯卡尔有关系？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还不快给我签合同！看着穆浩眼中的杀气，布莱恩哭丧着脸，乖乖签下了。老婆，这份你保管好，咱们可以走了。等穆浩二人离开后，布莱恩眼神阴狠地说道：“2000万美金，这可不是个小数字。叶氏集团是吧？我记住了。”接上紧。离开了套房后，叶心凌在酒店外兴奋地同穆浩聊着天。你今天的表现有些出乎我的意料。以后出乎你意料的地方还多着呢，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。还心理准备呢？我又不是没见识过大风大浪，不过这次算是欠你个人情。待二人回到家后，见到坐在客厅的老爷子，叶心凌表情郁闷。我好歹也是叶氏集团的总裁，爷爷却像盯贼似的盯着我，非要看到我和穆浩同进同出才行。爷爷，你也不必如此吧，现在都快10点了，你现在身体刚好，需要好好休息的。这不是担心你们2个吗？况且我中午睡过午觉了。老爷子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这么优秀，心凌只要和我稍微接触，就会被我所吸引的。她是我媳妇儿，也不可能跑了。这话倒没错。对了，心凌，今天是你叮嘱阿香收拾客房的是吧？今天之所以背着爷爷让阿香收拾客房，是想让穆浩悄悄地住进去的。毕竟我和穆浩还没结婚，这孤男寡女的，总挤在我的闺房里算个什么事？结果爷爷还是知道了。叶老爷子一看叶心凌的表情，心中就有些不悦。以后你必须和穆浩同房，别想着分房睡，争取早日给我怀上曾外孙。你说什么爷爷都可以和你商量，但这件事没得商量。穆浩看着乖乖吃瘪的叶心凌，心一乐，被邪心灵狠狠瞪着。叶心凌生着闷气回房，叶老爷子意味深长地看了穆浩一眼。臭小子，老头只能帮到这了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。别怂，闭眼冲就完了。这叫个什么事啊？一夜过去，叶心凌的香闺无事发生。穆浩正在向叶心凌报备行程。我今天有些事情要忙，得出去一趟。你要干嘛？不过我得跟你说件事，今天中午你得早点回来，有个人要到我们家来。谁啊？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你少管，反正你得早点回来。叶心凌说的有个人就是自己的小姨刘月如。刘月如在车祸中被穆浩讹了10万块，忙到今天也家，穆浩却对此毫不知情。等等，先前那个赌约你什么时候兑现啊？哼，这件事情以后再说，现在没心情理你。你不是要忙吗？那你就赶快去忙呗。依照小姨说的那个坑货的样子，怎么看怎么像穆浩。等小姨过来后，我得问清楚到底什么情况。若那10万块钱真是穆浩讹来的，那我不仅不用支付彩头，还可以好好拿捏拿捏这家伙。见叶心凌没否认赌约的事，穆浩呵呵一笑：“你记得就好，但你别想耍赖。”谁会耍赖呀？今天中午咱们就好好合计合计，到时候说不定输的人会是你呢。听着叶心凌的话，
穆浩感觉有点莫名其妙，他还没来得及细想，就听到手机响了一声。穆浩一看是莫狂涛发短信问他什么时候过去，穆浩便没多说，出门前往莫家山海庄园。莫小姐，你状态恢复的如何？这1天多的时间中有在发病过吗？没有，我最近2天感觉非常好，我这一生中都没有过这种活力十足的感觉。莫雨然话语中的兴奋让穆浩生出几分怜惜。花一样的女孩，却因为身体的缘故饱受病痛侵扰，生活的连正常人都不如。但小美眉，你遇到了我穆浩，我必将改变这一切。相信我，今天之后，这种活力十足的感觉你会体验一辈子。神医先生，真的吗？我怎么会骗你？先前我就救过你一次，如今也是有10成10的把握。那好，那我真的非常感谢你。给足莫雨然信心后，穆浩同莫狂涛交代治疗注意事项。今天我依旧交为莫小姐治疗，也得处于一个安静且无人的环境。那好，这次真是麻烦少主了。待莫狂涛退出房间后，莫雨然忽然想起上次的治疗过程。神医先生，还是和之前那样吗？是的，还是得麻烦莫小姐解掉身上的衣物。不过我也会如之前那样，尽可能的避嫌。穆浩背身过去，见穆浩转身，莫雨然开始解开身上的衣物。神医先生，我好了。穆浩转过头，将莫雨然那边的情况看得一览无遗。虽然经历过一次超级美景的冲击，但穆浩此刻还是感觉身体某处隐隐发热。多么美好的女孩，幸好遇上了我穆浩。有花堪折先治病，对，治病要紧。接上集，穆浩正在为莫雨然做治疗。少主，我好了。这莫雨然虽说体弱多病，可身材却没任何问题，甚至某些地方比一般的妙龄少女还要丰润1几分。不过此时治病要紧，对，治病要紧。穆浩快步走了过去，取出银针。这一次不比之前，完全拔出寒气，会比较疼，还请莫小姐忍住。少主，雨然明白，雨然不怕疼的。穆浩微微点头，落针下去，一针直接引动了莫雨然体内的寒气。莫雨然忍不住发出一声骂哼，但还算是保持住了镇定。雨然，接下来可能会有些麻痒，注意切勿让身体颤抖，不然针扎歪了可就麻烦了。好。莫雨然这丫头心性坚韧，倒是个练功的好苗子。穆浩这样想着，手中的针迅速而精准地扎在了他的穴位上。莫雨然忍不住发出娇软低吟：“尼玛，我是来治病的，你别整这死东家啊！小浩，沉住气，不许抬头。”穆浩定定心神，又落下一针，折腾了足足半个小时，穆浩才为莫雨然进行完了这一次治疗。而当他拔掉最后一根银针之时，一道淡淡的白气从莫雨然嘴里吐，寒气吐出来了，也就意味着他的身体彻底没事了。就在穆浩打算让莫雨然穿好衣物的时候，莫雨然却忽然发出了痛苦的轻吟。什么情况？穆浩急忙开启瞳术查看，原来只是不适应啊，吓我一跳。穆浩为莫雨然输入了一丝真气，莫雨然很快他就安定了下来。不过小浩此时却安定不了了，只因眼前的景象实在是少儿不宜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莫小姐，赶快穿好衣服吧，你的病已经被治好了，以后也不会再难受了。莫雨然看着穆浩，小脸瞬间爆红。被看光了，不过是少主的话也没关系的。少主，我已经穿好衣服了。你感觉如何？我感觉我很好，前所未有的好。我以后是不是能和正常人一样上学上班了？上班？你貌似不需要吧？嗨，当然可以，而且你以后还可以去一切你想去的地方。谢谢你，少主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恐怕这一辈子都没办法享受到这些。不必如此，我和你父亲算是旧识，而且他如今是我的手下，我救你也没什么。我知道的。但是少主，无论如何，你是对我有大恩的。后天就是我的生日宴了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放心，到时候我会到场的。此时穆浩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心中想起来早上跟叶心凌。对了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都已经快11点了，我恐怕得先回去了。你要回去了吗？我还想留您在这里吃饭呢。有点事情，到时候在你的生日宴上吃也是一样的。不说了，我得先走了。少主，您现在是在什么地方落脚？等我生日宴的那一天，我来接你吧。哦，我现在住在叶家，就是城东的叶家庄园。莫雨然确实是一个温柔如水的小女孩，相比她，叶心凌就显得有点桀骜难惹。不过男人嘛，都有一点征服欲，越是冷傲，越是难搞，我就越有挑战欲。穆浩回到了叶家庄园，他刚进门就看见了一个意料之外的身影。怎么是你？这不是被我讹了钱的那个玛莎拉蒂车主吗？他这么在这里，我出现在这儿，你很意外吗？这句话应该是我来说吧。你又是什么人？怎么会出现在叶家？且不论这个，你也没缺胳膊少腿啊，还能走能动。你之前该不会是在讹我吧？不对，你绝对是在讹我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对了，金玲呢？你找我外甥女干嘛？这女人居然是叶心凌的小姨。
刘月荣心中虽然很纳闷，但他也总不可能把钱从穆浩手里抢过来，只能恶狠狠瞪了一眼。啊，现在吗？好，我这就来。我现在有事要忙，你给我等着。你就是老爷子说的那个西陵的未婚夫吧？我回来就告诉我姐跟我姐夫，让他们休了你。刘月荣匆匆忙忙离开，穆浩回房间休息去了。直到晚上7点多的时候，叶心凌才回来。你忙了一天呀？我今天去找代工厂去加工那个什么纯银高档手电筒了。你知不知道那些人看我的表情是什么表情？就好像我是个傻子一样。嘿嘿，这个项目本来也就挺傻的。说完这话，穆浩就有些后悔。我现在要洗澡，你先出去，半个小时之后再过来。好，你走不走？不走的话，我就动手撵人了。行，我走还不行？还不赶快走！知道了。接上集，穆浩被叶心凌撵了出来之后，坐在沙发上玩着手机。等李成义大宴宾客，试图成立龙门的那天，我就正式对他动手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一阵窸窣声。大晚上的，谁到我门口晃悠？哼，什么吗？什么都听不到，这房子隔音这么好的嘛？穆浩猛地打开门，刘月荣一个踉跄摔倒地上。哟，小姨怎么 cos 起耗子了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认错人了。刘月荣慌忙逃离。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早上，这天刘月荣接到了来自他母亲的电话，在叶家玩7天就行了，7天之后记得回家复习功课。妈，我都25了，而且项目进展还算顺利，为什么不能让我在叶家多玩一会儿？我这是不想回去吗？还不是我的生活费全被那个穆浩坑走了。对，穆浩，嘿嘿，我搞不定你，还搞不定我外甥女吗？一想到这里，刘月荣直接找上了准备上班的叶心凌。心凌啊，我觉得穆浩肯定是出轨了。我出来之后可没把电话号码给太多人，这又是谁给我打电话？请问是少主吗？原来是莫小姐，是我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是这样的，还记得吗？今天是我的20岁生日，我希望您成为我的男伴，所以打算带少主您去买几件衣服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其实我这边是有礼服的，我感觉应该也不算太需要。少主，你就答应人家这个条件嘛，人家将近有2、3年没出去逛街了，我也想找一位熟悉的人一起出来逛一下。我果然还是对女孩子的撒娇没有任何的抵抗力。哎，谁让我是个善解人意的好男人呢？那行吧，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去找你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在叶家庄园的门口，你出门就行了，我们直接就去附近的购物中心。你这是蓄谋已久呀？行，那我这就出来，你等个10分钟就行。待穆浩出门，莫雨然已经在叶家庄园门口等候多时了。你今天很漂亮。我之前不漂亮吗？当然漂亮，只是今天更美。而穆浩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幕却被正打算出门的刘月龙撞见。好家伙，还真被我给说准了呀！这家伙真出轨了，有了我外甥女还不够，还要找一个小狐狸精。刘月荣只是用了一瞬间，就将自己先前的行程全都推翻了。还上什么班啊？我要跟上去。如果穆浩真的是和这个女人不清不楚，那我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心灵，让她知道穆浩的丑陋面目。穆浩和莫雨然很快就来到了附近的商场。少主，其实我感觉我们之间的称呼还是太生分了，以后你叫我雨然，我叫你浩哥哥好不好？哦，看来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。我问过父亲，他跟我说的。那也可以，我比你大1岁，你叫我一声哥哥也没问题。这时莫雨然收到了条短信，看完之后他皱皱眉看向莫。骚哥哥，我现在恐怕有点事情，你要么先自己过去看看衣服吧，过一会儿我就过来找你。这是我在这家店铺的储值卡，里面有500万，你尽管拿着用，也不用担心些什么。好，那我就自己先去看衣服了。这高档店确实不一样，之前我去的那一家跟这家压根就不能比。这位先生，请问您是过来看衣服的吗？不愧是高档店铺，这员工素质还挺高的，没让我触发嘲讽被动。正所谓不出意外就要出意外了，一旁忽然走进来一个人，穆浩看去老熟人了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跟踪我，先是被我打了一顿，然后因为我又被他老爹又打了一顿，他今天这是飘了吗？居然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。你一个医生来这里做什么？这里的礼服可不是你能够消费得起的，随随便便一件都在50万以上，你确认你能够买得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买不了？人呐，说话做事都不要太绝对了，要不然待会儿被打脸可是会很疼的。你说我会被打脸，你不就是会点医术吗？这世界上可是不缺名医，也不缺有本事的人，你以为别人真会把你当回事？你再给我废话一句试试。
陆鸿帆忽然想起穆浩先前的战力，他也不敢多说些什么，他只能对店员说道：“你们这店是不招待没有购买力的客人的，对吧？这个人可没什么钱，你们直接让他滚吧，留他在这里就是浪费你们的时间。”闻言，店员表情有些纠结，试探着问道：“非常抱歉，这位先生，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，但我们这边是不支持普通客人过来的。”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足够的购买力？你要是有钱买着你的西装，我今天就喊你一声爹，你信不信？我可不想要你这种儿子，这破衣服还算可以，我要了。你们这里用储值卡应该可以打折什么的吧？先生，确实是可以的，这套礼服的原价是200万，储值卡8.5折，一共需支付170万元，麻烦您稍等。穆浩呵呵一笑，又把目光投向表情难看的陆鸿帆。你是不是该叫我爹了？陆鸿帆那表情青红不定，而在这座高档礼服店的门口处，刘月荣脸色也非常难看。穆浩这穷小子怎么可能有钱买这种高档礼服？那张储值卡又是哪来的？该不会是那个小狐狸精给穆浩的吧？刘月荣虽然心生疑惑，但还是打算继续瞧瞧。店内，陆鸿帆自然不会那么容易放过穆浩。老子无论如何都要把穆浩给搞死。就算你能拿出储值卡又如何？拿得出来就是你的吗？你绝对没有这个能力办理储值卡。我怀疑你是借着你的职务便利，从你的雇主家中偷出来的。店员有点尴尬，又试探着说道：“其实应该也没这种可能。你们给我查这张储值卡的持卡人是谁？如果不是穆浩或者是穆浩认识的人，那就是他偷的。”店员心中虽然尴尬，可陆鸿帆却是陆家公子，他也没办法，只能照做。这张储值卡的持卡人是一位姓冯的女士。哟呵，这不就结了？穆浩，你别跟我说你认的那个冯女士，这明显就是你偷来的，你还好意思拿着她在这里消费？你要不要脸啊？这位先生，请问那位冯女士是你的什么人？如果你没办法给出足够的证明，或许我们真的得移交治安署处理此事了。这张卡是我朋友给我的，不过我朋友不姓冯，这位冯女士估计是他的长辈吧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狗东西还真的是挺不要脸的呀，还说是你的朋友的长辈，你也好意思说出这种话来？没钱就没钱，偷就偷，你敢做不敢认识吧？我没偷东西，这卡是我朋友给我的，我骗人有什么意思吗？你给我叫保安过来把它拿下，然后移交给治安署。店员的表情有些纠结。就在这时，莫雨然走了进来。你们做什么？这又是哪里来的美女？容貌都不下于叶心凌了，自己在江州这么多年也没有见过她呀。浩哥哥，他们是不是在欺负你？倒并不算是欺负我，我可没那么容易被欺负，他们只不过是在犯蠢，脑子不太清醒吧。莫雨然看向那个店员问：“你把事情跟我说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店员表情有一点尴尬，但还是大致把事情说了一下。那张储值卡是我妈妈给我办的，也是我亲手交给我浩哥哥的。这位小姑娘，这家礼服店是我们江州最著名的礼服店，储值卡里一次性要充500万以上才能够使用，江州有头有脸我都见过，你又是哪家的亲戚？你不认得我对吧？巧了，我也不怎么认得你。不过你应该知道我的父亲是什么人。你的父亲又是谁？我的父亲叫莫狂涛。如果你不希望你今后过得太惨的话，就立刻向我浩哥哥道歉，要不然无论你是哪家的子弟，你都得完蛋。莫小姐，哪怕你是莫老大的女儿，你也不能如此羞辱我。我让你和我浩哥哥道歉，也算得上是在羞辱你。难不成你觉得浩哥哥不值得我尊重吗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要准备好承受代价了。陆鸿帆听到莫雨然话语之中传出来的冷意，头皮都在发麻。就在此时，穆浩戏谑的声音飘了过来：“所以你到底道不道歉呀？还有，快点叫爹！你还不快道歉？莫浩哥哥让你叫，你还不快叫？”陆鸿帆虽然心里又羞又恨，可莫雨然那冰冷的目光锁定着他，他也不敢如何，只能声音嘶哑的对穆浩道歉：“非常抱歉，刚才是我不对，算是我有眼无珠。”呵呵，赌注呢？你不是要叫我爹的吗？你怎么还不快叫？陆鸿帆都快气炸了，只能忍气吞声的朝穆浩鞠了一躬。爹。说完，陆鸿帆扭，随后穆浩和莫雨然也一起离去，出发往游轮酒会。这小狐狸精居然能完全压制陆鸿帆，他可是陆家大少爷，这小狐狸精难道还有什么非同寻常的身份？刘月荣心中郁闷，甚至都在为叶心凌担忧了起来，只能继续悄悄跟上来。穆浩和莫雨然来到游轮上，其他人看着莫雨然的眼神全都是艳羡和尊重。莫小姐，恭喜啊！对呀，恭喜痊愈，生日快乐呀！就在这时，穆浩发现对面不远处一个女子，仔细看了2眼，感觉有点眼熟。雨然，我怎么看那个人有点熟悉？你说的是冯新妹冯姐姐吗？她是国内的当红女星，你估计是在什么地方看过她的代言吧？穆浩觉得也是这样，要不然也没办法解释那种眼熟的感觉。哦，她能参与你这场宴会，你应该和她很熟吧？对啊，她算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，确实挺熟的。而在这时，冯新妹也走了过来。雨然，
这便是你先前说过的那位小神医吗？没错，他就是我说的那位神医先生，也就是我的浩哥哥。浩哥哥，话说，雨然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与一个男子如此亲近。冯新妹把目光投向穆浩，嘴角勾起，语调柔媚。这位先生怎么称呼？我叫穆浩。原来是穆先生呀。听闻穆先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医生，不知我能否成为您的朋友？毕竟呀，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医生朋友的帮助呢。这冯新妹的话有点多啊，这对吗？有点怪。冯新妹跟穆浩交谈了一番之后，互相加了联系方式。随后，冯新妹朝穆浩抛了个媚眼之后，便扭着腰离开了。莫雨然一直都在关注着冯新妹，看到她的这番举动，心中不知为何就多了一份气。你怎么有点不太开心？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吗？没什么，只是想到了一点点事情。对了，浩哥哥，生日蛋糕等下才送上来了，然后还有许愿的环节，你能不能先陪着我一起？可以啊。莫雨然拉着穆浩逛来逛去的，他俩的各种互动让躲在暗处的刘月荣心中有些抽痛。我的好侄女儿，真是不知道，这次算是你看错人了。我一定要让这个狗男人吃不了兜着走。刘月荣心中替叶心凌不值，打了个电话给穆浩，打算整蛊下他。是谁？有什么事情找我吗？是我。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你好意思用这种口气说话？你知道吗？叶心凌生病了，而且她现在一个人在家。那你在不在附近？如果我在附近的话，我打电话给你做什么？你赶快回去吧，叶心凌还需要你呢。浩哥哥，你那边是出了什么事情吗？非常抱歉啊，雨然，我这边出了一点急事，得赶紧回去。莫雨然虽然心中略有落寞，但还是比较通情达理。没事的，你快回去吧，要不要我派车送你？可以的，真的非常谢谢你，雨然。刘月荣只是湖州的，但实际上叶心凌还真出了意外。由于工作繁忙，加上洗了个冷水澡，她直接就发起了高烧，整个人都烧迷糊。心凌，你怎么样了？感觉如何？你是谁呀？是我，穆浩。你生病了，还发烧了，我得帮你先冰敷。你别过来，我不需要你帮我。我不帮你，你怎么能好？你也不看看你如今是什么状态？你别矫情了，也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。我没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，你把我送去医院，我不需要你帮我治。都烧成了这样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温度是暂时降下来了，但是你得跟我去一趟医院。虽然我确实可以用按摩的方式让叶心凌迅速恢复，可关键问题是她这架势肯定不会乐意的，只能把她送去医院挂水了。去医院大概要几天时间才能好？打完针也就2、3天吧。不行，我这边还有事情要做，2、3天的话肯定会耽误正事的。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做？那些工作方面的事情，难不成比你的身体还要重要吗？醒醒吧你！我的公司还在寻找代言人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是不能够耽搁的。已经快临近新品发布的日期了，可我这边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明星。你要找明星，这个那倒没什么了，我能帮你解决。你不要说胡话，哪有那么容易找到大明星呀？你不信拉倒，不过我没有骗你。那行，你不能骗我，你如果骗我，你就完蛋了。我骗你我是狗行吧？穆浩也不废话，二话不说将叶心凌抱在怀中。你做什么？你感觉你现在有力气走路吗？我不抱着你，你自己想去医院也得够呛。这次算是便宜你了。这有什么可便宜的？你是我老婆，这是理所当然的才对。你少说2句。你女朋友现在都烧到了39度5，如果你再送晚了一步，可能就不是挂水那么简单了。现在情况已经稳定了，休息一下就好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医生。我出去透个风，缓一缓。你有事的话就叫护士。好啊。穆浩刚开门就看见了一个抬着氧气罐，护工摔了一跤。穆浩见那人摔得很惨，叹了口气，又随扶起那人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护工想继续搬东西，可他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好好走。我帮你搬东西算了。非常感谢。穆浩便帮着他把氧气罐搬到了一间房内。病房的病床上躺着一个看上去40、50岁的中年人，尽管他年纪不大，可却浑身垂怒之气，感觉马上就要死了一样。吴大师，您可是神医榜排名第73位的神医，还请您出手救人。这神医榜是什么东西？既然这老头子是神医榜排行第73的神医，那他应该是有点能耐的。出来这么久，我还不知道我的医术在凡世里是什么水平呢。不如留下来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情况。病床上的这位便是宏越国际的元老胡志海胡先生，果真是一代英杰，可惜病魔缠身。不过遇上了我，应当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吴长生显得非常自信，轻轻把手探向了胡志海的手腕，为其把脉。胡先生的状况有点麻烦耶。那吴神医，您能治好他吗？
自然是有办法治疗的。胡先生是风邪入体，而且他本来就患有比较严重的心脏病，他如今心脉将断，气血虚微，命悬一线。我若要救他，得采用针灸之法，以我门中的独门秘技还阳九针吊住他的性命。此后1个月时间，去服用我门中秘药九转还阳丹，方可渐渐恢复。那就麻烦吴神医了。但在这个时候，一个让人觉得有些意外的声音传了过来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不会这么做。你又是什么人？我只是意外来到这里，不过我算是了解一些医术，也是一个能治病救人的人。如果你们想要病人活着，就不要让这个老头出手了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有座行医几十载，又在神医榜排名第73，不说超凡入圣，也算有所成就。你这个毛头小子，又凭什么智慧？你还好意思说你是神医榜排行第73的神医？真的是把人的大牙都给笑掉了。吴长生脸色无比难看，而那边的胡世豪冷声呵斥：够了，我不管你是从哪儿来的，赶紧给我滚，少在这里打扰吴神医救人。穆浩看着胡世豪，就像看着一个傻子一样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想管你们，毕竟你爸的死活和我没1毛钱关系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说完这话，穆浩就打算离开了。但在这个时候，吴长生阴沉的声音传了过来：小子羞辱了我就这么走了？这世界上可没这么扫的事儿。你想做什么？你既然觉得我医术不精，那么打个赌如何？就赌我能否治好这位胡先生。如果我治好了他，你给我跪在地上磕足100个响头，然后道歉。那如果你没治好呢？你又当如何？如果我没有治好这位胡先生，那我就跪在地上磕头道歉，并且承认医术不精。那行啊，咱们就笃定了。吴长生也不废话些什么，直接就取出一根金针，打算施针。穆浩撇了撇嘴角，又随口嘲讽了一句：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你离谱吗？金针偏阳性，银针偏阴性。尽管你要施展的是所谓的还阳九针，但如果使用银针的话，会更稳妥。你一味追求刚猛酷烈，却不知什么是过犹不及。你管我如何？等我治好了胡先生，你再来说道吧。吴长生手持金针，动作迅速，不出20分钟，病床上躺着的胡志海面色也微微有了好转。有救了，我父亲有救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怎么样？看到如今胡先生的情况没？他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你也应该给我跪地磕头了吧？你说什么疯话呢？我给你跪地磕头，你受得住吗？你什么意思？难不成是想出尔反尔吗？谁出尔反尔了？我可没做这种事。既然你没出尔反尔，我治好了这位胡先生，那你还不给我磕头道歉？记清楚，是100个响头，1个都不能少。你确认你治好了那个病人吗？你瞪大眼睛仔细瞧瞧。听到穆浩这话，周围的人表情微微一变，而守在胡志海身旁的胡世豪忽然喊道：爸，你怎么了，爸？只见病床上的胡志海浑身上下开始颤抖，甚至他的七窍之中都溢出了鲜血。吴长生愣住了，赶紧给胡志海把脉。片刻之后，他的表情僵住了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是怎么救人的？吴长生，你可别忘了磕头道歉。走投无路的胡世豪也只得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穆浩。这位小先生，你刚才说你懂得医术，你应该是有实力的吧？你能不能救我父亲？若是你愿意出手救人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。算了，今天能碰上也算得上是一种缘分，代价就先别提，以后若是有什么地方需要你们，我再找你们。穆浩来到了病床之前，直接拿出一根银针扎向了胡志海的神庭穴。你疯了吗？第一针扎在神庭穴，你是想要他的命吗？鼠目寸光之辈也好意思卷肺。吴长生脸色变得极为难看，索性不说了。胡志海是死是活，与我何干？这小子医死了胡志海，说不定我的责任还会小一点。落完这第一针之后，穆浩又接连落下了几针，那边的胡世豪也算是看出了些许门道。之前吴长生落针之时只能算是稳准熟练，而这穆浩落针之时却多了一种行云流水、空灵自在的道韵，如云与泥，高下立分。而这边穆浩又忽然屈指一弹，一道淡淡的白色气流没入了胡志海的口鼻之中。我操！这是真气吗？不对，这绝对不是真气，你就是个骗子，这就是个魔术。等3分钟。3分钟过去，胡志海真悠悠醒来。我怎么了？爸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都以为我死了，但现在我感觉身体好多了，之前我连意识都没有。胡世豪和自己父亲说了2句之后，又充满着感激地看着穆浩。多谢您救了我父亲，我胡家欠您一个人情，但有所求，无敢不从。这个人情我会记得的，以后如果有需要你们胡家的地方，我也会找你们的。说完，穆浩又把目光投向了表情崩溃的吴长生。我说那个庸医啊，你也是该履行你的承诺了吧？磕头道歉。
吴长生，赶快给这位小神医磕头道歉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不介意叫保镖进来压着你磕头。我堂堂神医，你废话什么呢？吴长生硬着头皮跪倒在了地上，对着穆浩磕了个响头。是我医术不精。磕完头之后，吴长生就逃也似的离开了这。穆浩也把目光转向胡世豪。其实你父亲主要还是因为操劳过度，加上他有心脏病，才会透支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以后恢复身体之事，建议是食补加药补，然后好好休息个1年半载，应当就不会有什么大事了。好的好的，多谢小神医的指点。我现在还有点事，得先离开了。与此同时，叶心凌的病房内，叶心凌正接到刘月荣打个电话。昨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，别墅停电了，而且你和穆浩都不在别墅，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呀？我生病了，穆浩把我送到医院了。刘月荣听到这话，当时就心虚了。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在洗澡的时候，别墅突然停电，我被冷水浇了满身，后来随意擦了擦身子就去睡觉了，结果晚上就发烧了。穆浩回来看见我发烧，就把我送到医院去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电力系统我已经叫人修好了，你好好休息。就在叶心凌打算挂断电话的时候，电话那头传来刘月荣一声惊呼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做什么的？”小姨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？随后又是一声尖叫，电话就被挂断。紧张万分的叶心凌立刻打电话给别墅的保安询问情况。刘小姐不在别墅，而且别墅中的监控摄像头被人破坏了，路上的监控我们还没来得及调取，我们怀疑有人把刘小姐绑走了。那你们赶快报警，然后把这件事情和我爸妈说一下，再联系治安署，让治安署找回我小姨。叶心凌心急如焚，而在门口听了一会儿的穆浩调整了一下表情，走了进来。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是出了什么事吗？没什么，穆浩知道了，估计也帮不上忙，还不如不告诉他，让他省点戏。我今天恐怕得出去一趟，有事打我的电话。好，知道了。穆浩出门之后，眼神就逐渐阴沉了下来。刘月荣被人绑走了，虽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人绑走了刘月荣，但他并非叶家人，绑走他对叶家并无威胁，这说明绑匪的真正目标很可能是别墅里的我或叶心凌。穆浩眼神阴沉地打通了莫狂涛的电话。少主，你有什么事情找我吗？我需要你帮我查一查，最近有没有什么势力想对叶家出手？此话怎讲？叶家有人出事了吗？昨天我和叶心凌不在别墅，而今天早上的时候，有人潜入别墅，绑走了叶心凌的小姨刘月荣。我得救人，需要你帮我查出来是谁绑走了她。少主，给我半个小时，绝对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麻烦你了。挂断电话不出半个小时，穆浩的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。少主，根据内应消息，刘小姐很可能被城东黑虎帮绑架了。他们此前接了一单针对叶家的黑市悬赏。那你可知道是谁发出的悬赏？还没查出来，需不需要我组织人把黑虎帮掀了，救下刘小姐？这就不必了，我亲自走一趟。其实我也非常好奇，谁有那个雄心豹子胆，敢对我身边的人下手？刘月荣被黑虎帮绑在仓库柱子上，这妞儿够带劲儿啊！要是能耍一耍，估计能爽翻天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这事？如今我们没抓到正主，也不知道那边是怎么个说法。反正我听狼哥他们说，要先和省城那边联系一下。反正我们好歹也算是抓了个人，应该也会给我们点辛苦费。叶家大小姐也不愧是江州第一美人，连省城的大人物都对她有想法。就在两个混混想入非非之时，一个人走了进来。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穆浩也不废话，一脚踹飞两个混混，随后又帮刘月荣解开身上的绳子。你怎么来的这么晚？你居然不感谢我，我可没什么义务救你。你就不能安慰我一下吗？我可没什么心情和你废话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。黑虎帮的人比较多，我虽然能够对付他们，但不能保证能让你安然无恙。那我们快点走吧。两人刚走出门口，却发现黑虎帮的人已经堵在那里。小子，你又是什么人？来我黑虎帮做什么？你们连这都不知道吗？我是来救人的，看不明白吗？你是叶家找来的，我奉劝你赶紧把人放下，自断双臂，要不然你今天就别想活了。你想威胁我，可惜你没那份实力。威胁？我可不是在危险，我只是在陈述我的命令。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话来做，那你就完蛋了。话不多说，赶紧动手，少在那磨磨唧唧，浪费时间。你找死！说完，陈黑虎便冲了过来。穆浩二话不说，直接一脚把他踹飞了出去。其他混混见到最强的老大都被一脚踹飞，顿时一哄而散。穆浩他还真是个武林高手啊，怪不得穆浩先前被车撞了，飞出去7、8米远都没事儿，说不定是练的什么金钟罩铁布衫的。没错，一定是这样。麻烦解决了，咱们走吧，
穆浩把刘月荣送回家，又返回了医院。你如今怎么样了？感觉如何？我觉得还好，但还有一点点发烧。听医生说，我这个情况还比较难搞，估计要反反复复好几次才能够彻底痊愈。两人刚聊了几句，病房就走进来2个人。穆先生，我是之前您救下来的那个胡志海，特地过来当面感谢你一下。先前您救我一命，但那个时候我身体不行，没办法当面道谢。如今我得说一声谢谢您，穆神医。其实也都是缘分。但无论如何，您都对我有大恩，我们这边欠你一个人情，只要不违背我胡家底线，您让我们胡家做什么都可以。以后再说吧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先前不是与你说过的，我医术冠绝天下吗？刚才我出去的时候，意外救了胡先生，他们这是过来感谢我的。你还真是个神医。我如果不是神医的话，我怎么可能救下叶老爷子？我怎么感觉你有点蠢蠢的？叶心凌听到这话，俏脸一红。谁蠢蠢的？你才蠢蠢的！叶心凌又咳了一咳，把目光投向穆浩，低声说道：“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”你要我帮你什么忙来着？不过我得跟你先说明一下，要想让我出手，得先给我镶一个。少在这里说这些不正经的，我这一次可是有要紧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什么要紧的事情啊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叶氏集团最近的那个新项目？这个项目和宏宇集团有关。宏宇集团？那是什么？这位胡先生是宏宇集团的最大股东，我需要宏宇集团的融资，你看能不能跟这位胡先生说一下，让他帮忙从中撮合一下，看能不能帮我拿下宏宇集团的融资。那好，我先问一下这位胡先生吧，不过到底能不能成，也不能够确认。穆浩说完话之后，又把目光投向了胡志海。胡先生，我需要你帮个忙，算是用掉了那个人情，我们就两不相欠。穆神医请说，只要我胡家能帮忙的，那我们一定帮。这和我老婆有关，我老婆如今的公司，也就是叶氏集团，要和宏宇国际进行合作，希望能拿到你们的融资。如果你能帮忙促成这件事情，那你们就不算欠我了。可是让穆浩和叶心凌有些意外的是，胡志海居然没有一口答应下来，他的表情甚至还有一点为难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说实话，我是宏宇集团的最大股东，但我也只不过占股27%而已。而那个融资项目，我也是了解过的，算是宏宇集团最近的一个重要项目，我没办法直接做出决定。真的不行吗？倒也不是不行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宏宇集团的真正老板其实身体也不太行，他最近好像也病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干脆您过去为他看病。如果您确实能让他的身体恢复健康，应该就能够拿到这个融资。那可以，咱们就这么约定下来吧。我们老板估计还是有点忙的，等我那边和他确认好了，再通知你一声。可以的。胡志海又和穆浩寒暄了几句，就离开了这里。太棒了，真是太好了，看来这个项目十拿九稳了。我记得某人之前好像还对我的医术不屑一顾，怎么如今就对我的医术这么信任吗？那个不作数的，我只能说我当时也不清楚嘛，要是我知道你真的有那么厉害，也不至于不信任你。穆浩看见叶心凌这副娇羞模样，心里也乐了。就在这时，叶心凌手机响了一下，他拿起来一看，顿时眼神一变。你这是怎么了？眼神忽然变得这么严肃。叶氏集团那边出意外了，我得先回去一趟。什么意外？要不要我跟你一起过去？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跟我说你有办法找到明星帮我代言？是啊，我是跟你说我有办法找明星帮你代言啊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倒也不是说有什么不对，既然你能帮我找到明星代言，那这一次你就得跟我去一趟叶氏集团。行，我跟你去就是。明星张欣怡一看到叶心凌和穆浩就开始发难。你们这边到底是什么情况呀？付不起价格就不要来找我，连这都搞不懂。你们叶氏集团还算得上是江州有名的大企业呢，看来江州就是个小二线，里面的企业也不过如此。你这个丑八怪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再跟我多说一句，我直接把你的嘴撕了。你又是什么人，也敢骂我丑八怪？你们叶氏集团是不希望合作对吧？不乐意就直接说。我们什么时候得罪你了？凭什么污蔑叶氏？就因为我们没同意你临时加代言费的无理条件吗？什么叫无理条件？我只是合理诉求。我接你们代言，要推掉1个综艺和2个发布会，加点补偿不应该吗？只不过在原有费用上浮1倍，你们就这么小气？2天前，我们以正常价格的1.5倍邀请你代言，你原先答应，如今突然反水，要3倍价格，这不算无理条件。就算是又怎样？现在只有我有档期，我已是准一线明星，找我代言是给你们面子。你这个丑八怪，给我少说2句。你这个臭小子，吓谁呢？
在夜市算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估计就是叶心凌养的小白脸吧。穆浩当时就火了，要过去抽他耳光，叶心凌却拉住了他。你别冲动，你们烦不烦？到底还要不要我代言了？我们需要代言，但3倍价格无法接受，我们愿意把代言费提到2倍。2倍？糊弄谁呢？才2倍价格就想请我代言？让你这种狗东西代言夜市的产品，那就是恶心。你什么意思？有本事你找更好的明星啊！我们叶氏集团不需要你这种破烂货，我有本事找来更好的明星，绝对比你这个垃圾要强。你不要冲动，我们这边应该还有谈的可能。谈什么谈？有什么可谈的？和这家伙谈就是晦气。我这就找人，你等着，不用半小时就能给你找过来。你有本事就说说是谁呀？我倒想看看你还能找到哪位大牌。我要找的人是冯新妹。听到这话，叶心凌和张欣怡都愣住。这可是华夏知名的当红女星，甚至可以算得上是超一线明星了。穆浩又是什么时候和这位扯上关系的？哼，开玩笑，冯新妹可是超一线影星，还是我们新妹传媒的老板，你能叫来她代言，做白日梦。你怎么知道我请不动？那我就等半小时，看你脸有多大。穆浩也懒得和他废话，拿起手机就给冯新妹打电话。哎呦喂，装的还挺像，我看你能叫来谁？还真把手机给拿了出来呀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的认识我们的那位大老板，我倒想看看你到底能不能叫来人。冯小姐，能麻烦你来叶氏集团吗？好，那我等你。他说15分钟就到。莫非穆浩真认的那位大明星？不过这也不太可能吧。穆浩虽说是一个厉害医生。时间流逝，15分钟过去。时间到了，老板呢？如今已经过去15分钟了，我们老板可还没来这里呢。那个臭小子，我奉劝你还是早点给我道歉。如果你态度好的话，说不定我就不会再多涨钱了。4倍，那要8000万了。所以说，你们还是赶快给我道歉吧，省得到时候新品发布会的时候没人给你们站台。而在这时，门口响起脚步声，冯新妹走了进来。张欣怡表情一变，整个人跟活见了鬼。什么情况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他又赶紧以最快速度冲到冯新妹面前，又无比卑微地说道：“冯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人要找心怡，所以您亲自过来了一趟？”冯新妹无视他了，对穆浩柔和说道：“穆先生，穆浩不就是一个小跟班、小白脸吗？他凭什么得到冯新妹的尊重？”冯小姐，这次你得帮我个忙了。什么忙？穆先生直说即可，新妹能帮上忙的自然会帮。这什么情况？冯新妹居然在这小子面前以新妹自称，要知道，哪怕是那些大佬，也不一定能够拥有如此殊荣。穆浩何德何能啊？穆浩是什么时候和这个大明星结上关系的？为什么冯新妹对穆浩这么客气，还隐约是在讨好他？穆浩该不会是冯新妹的小情人吧？是这样的，我希望冯小姐能够代言叶氏集团的一款新产品，具体的情况我这边……这个好说，我愿意代言，一切行程以叶氏为先，代言费就1000万吧。张欣怡快昏倒过去了，她如今怎么看不出冯新妹与穆浩相交莫逆？她刚才居然得罪了穆浩，自己这边也算是完了。而叶心凌眼中则满是惊喜之色。非常感谢您，冯小姐，我们深知您作为一线影星的价值，因此将代言费诚意提升至5000万，希望您能接受。拍摄和发布会的时间安排，我们一定以您的行程为准。既是穆先生开口，1000万就行，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穆先生开心。听冯新妹这么说，怎么感觉穆浩好像并不只是冯新妹的蓝颜知己什么的，感觉应该是一个有地位的大佬才对。穆先生，张欣怡是否对您不敬？张欣怡战战兢兢走到这边来，又对穆浩弯着腰说：“穆先生，是我不对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不识泰山，能否给我一个机会？只要你愿意在冯小姐面前为我求情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”他怎么得罪我？问他自己。张欣怡是吧？从今天开始，我新妹传媒与你解约，同时你会被全行业封杀。张欣怡听到这，当时就给穆浩跪下：“这位穆先生，求你了，饶我一命！如果您愿意帮我劝说一句冯小姐，我什么都能够给您，哪怕是当您的狗，我都乐意。”你这种贪婪无度的人，咎由自取。张欣怡听到这话，只能灰溜溜的走了。穆先生，给您添麻烦了，代言我必亲自跟进。另有一事，2日后能否请您陪我去个地方，绝不让你为难。我相信冯新妹小姐不会做出蠢事来，那咱们就这样定好了。2天之后，你知会我一声。好，2日后联系。说完，冯新妹便离开了。这次谢谢你了。你是我老婆啊，应该的。别贫嘴。另外，今天上午我恐怕得在公司待着了，代言人的后续也需要我跟进。你现在要去忙，也可以去忙，不忙就在公司歇着吧。那我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吧。叶心凌去忙自己的事情去了。穆浩休息了没半个小时，电话又响起来了，一看是胡志海打来。
穆神医，你好，我刚刚和唐红唐总沟通了一下，他今天下午正好有时间，想问问您下午是否方便，能否劳烦您过去为他看看病？哦，唐老板下午有空啊？行，我这边正好没什么事，可以过去。那太好了，您看您目前在什么地方？我马上安排车过去接您。接我？不用这么麻烦，你直接把唐总家的地址发给我就行，我们到时候在门口碰面。这样啊，那好吧，那我们下午见。好，下午见。下午，穆浩来到一个别墅区门口。穆神医，您来了。那位唐先生大概是什么情况？他得的是什么病？你们这边知道吗？其实真正要您医治的那位应该是唐公子才对。此话怎讲？其实唐先生之所以身体不好，还是因为心忧成疾。他儿子唐建宁21岁毕业旅行的时候，和他的女朋友遭遇了车祸，女朋友横死当场，而他也因此双腿瘫痪，甚至还有了心病，没办法接受其他的女子。他是神经坏死，还是骨头出了问题？主要是神经坏死。我先带您进去吧。穆浩点点头，和胡志海一起走进了别墅区。可他们二人前脚离开，后脚别墅区门就开来了一辆车。来人其中一个是之前那个神医榜排行第73位的吴长生，而另一人正是和穆浩有着过节的苏成宇。苏成宇下来之后，手机铃声突然响。苏公子，非常抱歉，我们这边出了点意外。电话中传来的声音居然是之前那个明星张欣怡。苏成宇表情微微一变。怎么，叶心凌那边出了什么意外吗？他找到了合适的代言人吗？是这样的。张欣怡哭丧着一张脸，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下。苏成宇听到这话，表情一变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么废物吗？那个穆浩怎么那么大的本事，能把冯新妹给请过来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也不至于如此。苏公子，你看我这边都因此而丢了职位，甚至还被行业封杀了，您这边能不能酌情给一点补偿？就你还想要补偿？我不把你们收拾一顿就算是不错了，办事都办不妥当，给我赶快滚！苏成宇立刻就挂断电话，两人也走进了这别墅区。穆浩那边已经和胡志海来到了唐家。胡老弟，你过来了。这位便是我跟你说的那位穆神医，他之前治好了我的病，而且医术确实是超凡脱俗。先前他与吴长生神医赌斗，也是他赢了的。你们确定是那位神医榜排名第73位的吴长生吗？唐老哥，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是这样的，你也知道，我本家是省城唐家，而省城的苏家也算是与唐家交好，而苏家苏大少邀请了吴长生过来为我儿子看病，这二人恐怕是有些嫌隙，若是见面，会不会有点麻烦？我感觉应该也不至于如此，医者仁心，应当也不会特别在意那些浮名。穆浩听到这话都乐了一下，只能说胡志海对于吴长生的印象实在是太好，又或者是神医榜给那个吴长生加了一层滤镜，这吴长生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而就在这时，吴长生和苏成宇走了进来。苏成宇和吴长生瞧见穆浩，表情当时就变了。吴长生气得浑身哆嗦，而苏成宇更是冷声说道：“你这小子过来做什么？”这位是我邀请过来的穆神医，他医术也是超凡脱俗，要么今日就先让这位吴神医和他一起看一看建宁的情况，也好增添一点成功率。让我与这人为伍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穆神医是吧？听说先前吴神医输了你一筹，不过你也别得意些什么。不过这一次吴神医一定会赢你，不知你敢不敢再打个赌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们还想打赌啊？你就不觉得搞笑吗？先前就输了一回，现在还赶着把脸送上来给我打是吧？输子而敢！老夫于神医榜上排行第73名，你就这么不给面子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打者为师。不知道我凭什么要给你脸面？那你到底打不打赌？肯定赌啊！但是你要跟我说清楚，如果打赌的话，肯定是要有彩头的。但我事先说明，这一次我可不想要什么磕头不磕头的，那东西是虚的，对我没啥意义。那咱这次就赌个大的，赌注是谁能够治好唐建宁。我以我神医榜上的排行为彩头，如果这一次我输给你了，我就直接把我神医榜的排名让给你，你也无需经过神医武士就可以入榜。那如果我输了呢？你又想怎么办？如果你输了的话，那你就直接给我跪地磕头，恭恭敬敬，磕足100的响头。行啊，那咱们就赌了，那就赶快把那位唐公子请下来吧，我也有点迫不及待了。没过多久，那唐建宁推着轮椅出来了，吴长生快步过去，然后说道：“我这边得需要为唐公子把脉，之后我会对他进行治疗。不过治疗的过程中涉及到本门秘术，也不能展示给同为医生的穆浩，所以说还请见谅。”你爱咋地咋地，不过我告诉你，你可别搞什么歪门邪道。我自然不会搞什么歪门邪道。说罢，
吴长生把唐建宁推进屋中，等1个小时过去之后，唐建宁被推了出来。穆浩打量了一番唐建宁，表情却微微一变，又皱着眉头说道：“你对他做了什么？”我用本门的针灸秘术治疗了一下唐公子，并且给他服了药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是中医对吧？我是中医，这又怎么着啊？你这家伙倒还真是够不要脸啊！那为什么你要用西医的手段去治疗唐公子，甚至还用错了药？他是个腿疾，原先我治疗起来估计还挺容易的，你用了这种药，我估计还得费点心思才能把他治好。听见这话，吴长生表情当时就变了，那边的苏成宇脸色也微微一变。穆神医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能否明言一二？自然是可以明言的，你们去搜一下这个吴长生身上就行，看看他身上是不是有什么注射器。唐红眼眸微眯，直接过去搜吴长生的身，果然，吴长生的身上搜出了一支注射器。我说吴神医啊，你说你要用西医的手段，我们都没什么想法，那你为什么非要藏头露尾，当一个小人啊？哪怕是我用西医的手法，那又如何？我也只是不想让自己的名声受损罢了。而且唐公子的双腿确实已经好了，再过半个小时他就能站起来。那我们就先等半个小时吧，半个小时之后再看看情况。你叫人帮我找些东西过来。说实话，还得怪这个姓吴的。原先我治疗只需要用针灸即可，他搞出了这个名堂来，我还得花点时间配点药。好的。吴长生脸色极度难看，只是冷哼一声。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吴长生的药可是我好不容易从阿美利签找过来的基因药剂，对于神经坏死这一情况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。唯一的缺陷就是有一点无伤大雅的副作用。不过只要能让唐建宁站起来，自己这边就算是赢了。时间一点一滴流逝，过去了大约半个小时，那边的唐建宁忽然就惊醒说道：“我感觉我的腿有点知觉了。”建宁，你的腿真的没问题了吗？爸，我是不是能站起来了？看来唐公子确实已经没什么问题了，只等再缓和一会儿，就能够与常人一般无二。说完这话，吴长生又把目光投向了穆浩。至于你这小子，已经输定了，现在给我跪下磕头，说不定我还能够发发善心，让你少磕2个。你少放屁了，这年轻人到底能不能好，还说不准呢。唐建宁又等了大概1刻钟，又打算尝试着起身行走几步，可他刚站起来，就感觉膝盖传来剧痛，他两眼一翻，居然昏倒了过去。建宁，这是怎么了？这什么情况？吴长生都懵了，快步过去一把脉，整个人都陷入了震惊。怎么唐建宁的脉象变得如此虚微，已经有了生命危险？你到底能不能救我儿子？唐总不要急，我这边先施针试试。穆浩的声音忽然就飘了过来。我奉劝你还是不要施针为好，施针只会加速他的死亡，而并不会对他起到任何正面作用。唐总，还请您相信我，我怎么说都是神医榜排名第73的神医，而这小子只是个初出茅的无名小辈，你信我还是信他，就看您自己了。那边的唐红眼神微微一动，斟酌了一会儿之后，还是选择相信吴长生。我信你一回，如果我儿子出事了，我要你的命。吴长生只能颤抖着为唐建宁施针，而一直都在看着这边情况的胡志海低声问了一句穆浩：“穆神医，我感觉这个家伙有点不太靠谱，如果真出了问题，您那边有没有把握力挽狂澜？”我刚才不是让你去找一些药吗？你找了没？我已经派人赶快去取了，不出5分钟就能取回。那就没什么事儿了，反正你们等着瞧吧。而那边吴长生一番操作猛如虎，可是唐建宁的状态却越来越糟。你到底是怎么搞的？我儿子如今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如果你没办法救他，那就等着给我儿子陪葬吧。也别提是吴长生了，就连苏成宇也是脸色无比难看。如果今天唐建宁死了的话，说不定我会因为犯下大错而被苏家问责，自己那几个兄弟更会落井下石，说不准自己就会失去继承苏家的机会。吴长生支支吾吾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唐红已经快疯了，他又赶紧把目光投向了穆浩。这位神医，您要不要试着治一下我儿子？如果您能救好我儿子，我定有重报。穆浩刚打算开口的时候，那边的苏成宇则说道：“这小子怎么可能有这个本事？他不过就是个毛头小子而已，他难不成还能比神医榜排行第73的神医要厉害吗？”唐红听到这话，顿时犹豫了起来。穆浩也算是挺无奈的，不过叶心凌那边的事情还需要倚仗唐红，只能说道：“唐先生对吧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你是否心神不宁、失眠多梦，并且不能吃辣？一吃辣的话，胃部就火辣辣的疼。除此之外，你在如厕之时也会感觉到断断续续，难以为继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不可能，你这小子只不过是撞了好运才说准的，说不定上次也只是你和这胡志海串通起来搞出来的伎俩罢了。至于你吗？我也要与你说件事情。
你其实已经得了癌症，而且还是骨癌，3个月之内必死无疑。吴长生听到这话如遭雷击，又咬着牙齿说道：“你说什么疯话？我的身体健康的很，怎么可能会得骨癌？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大可以去医院瞧瞧。”吴长生心中崩溃，他失魂落魄的离开了这。穆浩被人3番5次质疑，转身也打算走。唐红表情一变，当时就跪地道：“这位穆神医，刚才我不识真人面，是我的过错，但是我的儿子没有任何的错处，您医者仁心，请您出手救人啊！”穆浩见到唐红，身为一方大佬，居然跪地道歉，心中还是有些惊讶。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穆浩叹了口气，又说道：“也行，我可以救他，还请穆神医出手。”穆浩又把目光投向身旁胡志海：“那些药呢？在什么地方？”胡志海忙不迭的把药物拿了过来，递给了穆浩。穆浩大致分辨了一下，这些药草没有问题，将所有的药草全都碾成粉末，然后以猛火烹煮5分钟，然后再把药液过滤一下，拿来备用。胡志海赶忙叫人吩咐煮药，而穆浩则快步来到唐建宁的身旁。穆神医，刚才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刚才那吴长生用了猛药，根据我的判断，应当是一种刺激神经的药物，但关键问题是，你的儿子这些年来忧思成疾，神经系统已经出了问题。使用之后，猛然之间或许能让他恢复行动能力，但是他的神经系统是没有办法负荷的，所以才沦落到如今境地。那穆神医，您有把握治好我儿子吗？如果是其他人的话，恐怕早已束手无策，但若是我的话，那是10拿9稳。说完，穆浩拿出银针为唐建宁施针。这一次，穆浩用的针法并不如之前那般，他这一次连下9针。而那边，胡志海也把煎好的药拿了过来，把这些药液为他服用，记得要小心一些，务必要让他全部喝完。唐红拿过药液，小心翼翼地为唐建宁服完。而在此时，唐建宁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，面色恢复了些许红润，呼吸也和缓了不少。唐红见此，眼中满是惊喜之色，感谢道：“穆神医，真是太谢谢您了。如果不是您，我儿子就要出事了。”你也不用急着谢我，我还有几件事情要和你叮嘱一下。以后你绝对不能够让你儿子接受什么精神刺激，食补和药补也得同时进行。知道了，谢谢穆神医。唐老哥，这次你可是被打脸了，厉害的还是咱们穆神医，我这次算不算是立了功了？唐红也是哈哈一笑：“胡老弟，这次你确实是立了大功，我会以我的名义将集团股份赠予你5%。至于这位穆神医，但有所求，我唐家全力以赴。”而在这时，唐建宁缓缓醒了过来，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从所未有的舒服，又忍不住说道：“我这是怎么了？”唐红连忙过去，打算扶起唐建宁，但在这时，唐建宁居然撑着身体自己站了起来。见到这几乎是奇迹般的一幕，在场众人都十分震惊，尤其是唐红，自己儿子腿已经废了3年之久，如今居然能站起来了。唐建宁眼神惊喜，在那边又走又跳了好长时间，都没有任何问题，甚至他的面色也变得红润了很多，呼吸也变得有力了起来。这些小细节都表示唐建宁已经恢复了健康。唐红又用惊喜的目光看着穆浩，问道：“穆神医，我儿子的腿也好了吗？”我刚才不是和你说过了吗？我有把握治你儿子，又不是只说让他脱离生命危险，腿肯定也能一并治好啊。穆神医，多谢您救我，从此之后，我唐建宁为您马首是瞻，您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那也行，以后你算是跟着我了。唐红也是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犬子不才，以后就仰仗穆神医照看了。”唐公子吉人自有天相，如今化险为夷，大难不死，定有后福。我也提前恭祝您一声。苏成宇这话说的倒是没什么可挑剔的，只可惜他刚才做的事情，唐红可是看在眼中。这狗东西刚才不仅请了个庸医过来，而且还污蔑那位穆神医。又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苏成宇，我可不是你的什么世叔，你苏家是与省城唐家交好，与我江州唐家又有什么关系？”唐师叔，您可不能这么说，我苏家与您唐家世代交好。世代交好，就是让你找一个庸医来把我唯一的儿子医死，是吧？赶快给我滚！再给我废话一句，我就直接把你撵出去。苏成宇面色无比难看，他差一点就要放狠话了。可如果他如今确实是有求于唐家，也就只能咬着牙齿暂时离开。对了，穆神医，我这边想请你吃顿便饭，您这边看看什么时候有时间？看情况吧，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就过去吧。那好，咱们就这么定下来啊。穆浩和唐红这边在这边相谈甚欢，而在一家医院门口，吴长生看着手中的化验单，脸色惨白。为期3个月。这时，手机铃声突兀响起，吴长生暴躁地摸出手机，却在看到来电显示时僵住。张执事，您亲自来电是？神医会紧急通知，即日起将你从神医榜除名，
行医资格同步吊销。凭什么就因唐家那点误会？监控里你欺压同行，妄断病患的嘴脸可清楚得很。胡志海提交的证据足够让你身败名裂。胡志海他竟敢！神医会容不得渣子。3个月连最后体面都不给。说完，吴长生一口老血喷出，直接倒在地上。